男人发现自己车胎漏气了，趴下去看的时候，一把枪突然将他爆头。俄罗斯的据点被泄露，有人过去查看，却遭到了伏击被杀。剩下的人想去帮忙，却被伪装成快递小哥的对手扔了炸弹。在巴拉莱卡的指挥下，救风组的据点被一个个歼灭，干部们也被消灭的差不多了。雪旭马上就要成为光杆司令了。被雪旭骂了一顿之后，洛克心情低落，倒是见过阿银刀砍子弹的莱威非常兴奋，一直想和阿银来一场。洛克觉得这种行为就是急着投胎，有什么可高兴的？莱威又是一副恶人脸，说什么急着投胎，他们早就已经是行尸走肉了。巴拉莱卡、达奇、张大哥那座岛上的所有人都是，他们执着于活着，就会被畏惧蒙蔽双眼，但要是心里面没有半点这种制作，才能打到天涯海角去。洛克骂他的兴趣是腐烂在臭水沟里，骂完之后才回神自己说了什么，搞得莱威很委屈。雪旭去见了乡沙会会长陈吉，即使他是直系血脉，陈吉也不打算承认雪旭的其名。先不说他们把那帮俄罗斯人招来，单说之前的乡沙会的打击要怎么负责，代表了整个旧风族的雪旭也不再软弱。当初逼得板东不得不这么做的可是乡沙会，雪旭此次可不是来道歉和解决问题的，他已经收集好了证据，让他们到和平会上调停吧。但其实雪旭也知道，就算闹上和平会也没用，现在的黑道已经变成了受欲望支配的存在，人也早就不复存在。旧风族在莫斯科旅馆的打击下，人数已骤减至30%，要赢俄罗斯人实在是太难了。雪旭让还活着的组员暂时隐藏起来，积蓄力量静候时机，而他则给阿银回到事务所查看录像带。自从莫斯科旅馆袭击旧风族开始，每个据点都会安装摄像头，虽然大部分被毁，但还有零碎的录像保存了下来。阿银注意到对手的移动工具是贴着电工标的面包车。第二天，2名劫匪开着电工车持枪闯入银行，抢了一大笔钱之后扬长而去。劫匪撕下车标，摘下头套，赫然就是雪旭和阿银。很快接到报案的警察开始搜索劫匪乘坐的电工面包车。不得不说，雪旭这一招用得妙，利用警察的手去调查莫斯科旅馆。雪旭羡慕洛克在外面的广阔世界，听说还有一个全都是恶棍的都市，他觉得在那种地方做个与世隔绝的黑道也不错。如果他们要离开这里前往岛上，就必须和巴拉莱卡做个了结。很快，警察就在东京港附近发现了莫斯科旅馆的电工车。雪旭的脑子快速思考着，巴拉莱卡是怎么来的？这么多武器是怎么运到日本的？突然灵机一动，是船。巴拉莱卡自然也发现了雪旭反击的小手段，但这只是更加坚定了他要除掉雪旭的决心。巴拉莱卡不在，阿罗纳普拉的平衡线就崩溃了，岛上开始乱起来，到处都是枪声。三合会虽然在尽力阻止，但收效甚微，这才是这座岛真正的模样。贝尼说幸好洛克不在，他是最不擅长拿枪的了。达奇却庆幸洛克不用拿枪，枪里的子弹就连自己人都会打中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这句话请往深里理解。巴拉莱卡和洛克莱威约在地下停车场，又轮到洛克的翻译工作了。不过这一次不是旧风族，而是乡沙会。没错，巴拉莱卡要和乡沙会合作。洛克惊住了，他突然想起雪旭那一晚的诛心质问，不知哪来的勇气，居然站出来反对巴拉莱卡和乡沙会合作。如今旧风族实力大减，对莫斯科旅馆已经构不成威胁，莱威都吓傻了，这孩子怎么这么忙？巴拉莱卡让洛克别搞错立场，他只是一个翻译，不是战友，也不是同事，没有资格质疑他的行动。但洛克仍旧喋喋不休。旧风族的新族长还未成年，他应该有自己坚信的正义吧？话还没说完，他就已经被巴拉莱卡拎起脖子摔在了车上，一把枪抵着他的脑袋。莱威也在瞬间拔出了枪，紧张地盯着巴拉莱卡。巴拉莱卡让吓傻的洛克看着自己，正义没有比这更受凡人喜爱的词语了，并非行使自己的力量，而是想靠别人的力量促进他的死亡。他所说的正义还真是天真。巴拉莱卡并不是在责备洛克，而是没想到这个词会从他嘴里说出来。大家的生命都很轻，像棒棒糖纸一样。莱威急坏了，从开始的强硬到哀求巴拉莱卡把洛克还回来。巴拉莱卡忠告莱威，他不该寻求洛克一样的生存方式，偏偏洛克这个不长眼的还不住嘴。巴拉莱卡毫无疑问的会获得胜利，没有任何东西会失去。即便如此，他还不满意吗？巴拉莱卡仍旧没打算放了洛克。祈求扰民时的窍门有2个，一个是掌握他人性命之恩的欢心，一个是说出能让对方接受的理由。不管哪个条件，洛克都没达到。洛克到底欠了雪旭什么人情要这么救他？这个时候，洛克却笑了，没有人情，也不是什么正义的托词，而是他的兴趣。既然有人喜欢在下水道里腐烂，也会有这种兴趣使然的英雄。论其根本，他们都是一样的。巴拉莱卡听完之后哈哈大笑，洛克说服了他。巴拉莱卡收枪离开，莱威怒不可遏，揪着洛克的领子让他清醒一点。他们之所以还能站在这里，纯属上帝保佑。洛克干什么没事就招惹巴拉莱卡那种战争狂，他在这里确实是洛克的枪，不论什么情况都有保护好他的自信，但架不住洛克自己去找死啊！洛克没有解释，只是让莱威陪他再一次逛自己的城市。不用巴拉莱卡说，莱威也发现了，在这种平静安稳的生活里，他一个不注意就陷了进去。他在污浊不堪的环境中活到了今天，早已不懂得在其他地方生存，到头来只有巴拉莱卡能保持初心。莱威让洛克走吧，再也不要回头，他的噩梦该醒了。洛克却说，在和莱威相遇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死了。岛上是活死人的国度，这里是生者的住所，这压力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幻影。他并非为了回归而来，而是为了忘却和正视而来。1年前他就已经后悔过了，缺的只是决
觉悟，不过现在好像有了。上次那群玩枪战的小孩跑来公园玩，看到莱维后兴奋地围上来，要见识一下他的枪法。在洛克的同意下，莱维掏出了他的真枪，让小鬼们好好看看。几发枪响下去，易拉罐被击得粉碎，小孩们吓坏了。莱维和洛克对视一笑，离开了公园。与此同时，雪旭手里也拿到了一把强力手枪，他的计划非常美好，离开这里，前往罗阿纳普拉，在召集四散的部下征服那座充满恶棍的城市。只能说想得不错，你加油吧。为此，阿银要在那群俄罗斯人中杀出一条血路，然后向巴拉莱卡挑战。雪旭知道阿银这一去凶多吉少，但是他和阿银一起走到了今天，所以希望今后无论去什么地方，他们都能在一起。洛克跟着巴拉莱卡来到香沙会总部，会谈结束，巴拉莱卡的工作也就结束了。之后的任务就会交给莫斯科来的后人。警察带兵将香沙会门口包围，他敢确定刚刚进去的这3个人肯定和旧风香社的冲突有关，但却怎么也查不到他们的身份，只能请求国际刑警合作，无论如何一定要盯好他们。洛克的心情依旧沉重，巴拉莱卡看出他还有心事，知道他还在说上次那件事，他已经饶了洛克一命，难道洛克还有更大的奢望吗？洛克还真有，但并不是请求巴拉莱卡放过旧风组，而是请他彻底击溃旧风组，连根儿都不留的那种。只要旧风组彻底消失，雪旭才能被彻底解放。活菩萨见多了，活阎王还是第一次见。巴拉莱卡兴致上来了，原来如此，这是目前情况下让雪旭回归日常的唯一方法。巴拉莱卡夸赞洛克做了正确的判断，他的恶棍生涯前途无量。休息之后，会议进入了收尾阶段，陈思要和巴拉莱卡握手言和冰释前嫌，但巴拉莱卡却并没有接。虽然今后的任务由后任交接，但若他们不在期间发生了什么问题，他们也很难做。所以巴拉莱卡想要确认他们的武器情况是否完全，甚至提出了要查看枪支。陈几虽然警惕，但还是让手下把枪给了巴拉莱卡。他认为已经到这种地步了，对方不可能翻脸，但巴拉莱卡用事实证明他真的能。骗到枪之后，巴拉莱卡直接嘲讽全开，以枪实在太差为由撕毁协议，直接对着陈几个手下啪啪2枪。没错，大姐头就是这么任性。门外的警察听到枪声想要冲进去，但却连大门都打不开。解决完香沙会老大，巴拉莱卡将枪送给了洛克，洛克不要，他不喜欢枪，也不准备拿自己拿不起的东西，但是他不会忘记扣动过扳机的事。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那群警察总算冲了进来，但巴拉莱卡完全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他让洛克转告雪旭，莫斯科旅馆从现在单方面停止交战，他希望根据的旧风组已经4分5裂潜入地下了。不久之后，雪旭将带他们到罗阿纳普拉掀起一面旗帜，说着就若无其事地推着警察离开。他坐的是外交部的车，根本没人敢拦。洛克也趁机跑上莱维的摩托，2辆车就这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扬长而去，完全没有把警察放在眼里，而警察也只能无能狂怒。等到人都走了，国际刑警才姗姗来迟，一看现场，完球，好好的大鱼就这么给放跑了。日本警察这才知道这哪是什么俄罗斯大使，而是著名的俄罗斯黑帮莫斯科旅馆的大干部。莱维想去找雪旭，告诉他战争结束了，但巴拉莱卡闹出这么大动静，过不了半小时，整片区域都会被封锁，到时候他们根本出不去，而且出航的时间也快到了。洛克还是到船上再和雪旭联系吧。但就在2人朝码头疾驰的时候，一辆面包车从路口冲出，将摩托车撞得倒飞出去。雪旭从车上下来，对着洛克一阵扫射警告，要求洛克带他们前往码头，并开枪炸毁了莱维的摩托。弱小可怜无助的洛克被挟持上车，问雪旭究竟在干什么。莫斯科旅馆已经宣布停战，一切都结束了。雪旭认为巴拉莱卡的话根本就不可信，只要他和阿银在，旧风组就不会倒下。他出生在黑暗之中，与黑暗为伴，这就是现实。洛克提醒他，在莫斯科旅馆面前，他没有作为忍者的价值。雪旭也不在乎，他只是想让洛克当一个见证人，见证这场孤注一掷的赌局。而就在这时，莱维半路挟持了一辆货车追了上来，2车相撞，双方都没有停止的意思，踩着油门往前冲，眼看就要冲到海里。洛克突然抢过方向盘，双方气势汹汹的下车对峙。莱维所期待的对决一刻终于到来，这是枪支和冷兵器的较量，双方打得不分上下。他们这种最后都会殊途同归，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是好人。洛克和雪旭默默看着2人战斗。洛克知道雪旭曾有过不用走上和巴拉莱卡相同之路的方法，但是他没有选择那个方法。他之所以站在这里，不是因为黑社会的面子，而是在挣扎着和黑夜通话。洛克站在黄昏里，所以看得很清楚，雪旭应该放下刀，和阿银一起离开这里。雪旭反问他，然后2人背井离乡，在谁也不认识的地方摆摊开店吗？他已经掷出了头子，没有回头路了。另一边，阿银已经将莱维掀翻在地，但就在他挥刀朝莱维劈下的时候，耳边突然想起了雪旭之前的话，多希望及时能一直持续下去。但就这么一个分神的瞬间，小腿中了一刀的莱维开枪射穿了他的喉咙，胜负已分。洛克急忙跑去帮莱维拔出刀，雪旭捡起刀，既然梦已经醒来，那边的世界离他太过遥远，说着将刀对准了自己的脖子。莱维大喊着让洛克不要看，会留下创伤的，但洛克还是一眼不眨地看着雪旭贯穿了自己的脖子。之后延误了轮船的洛克和莱维靠着打起的假护照回到了岛上，他将雪旭的照片放进了胸口，还有新的任务在等着他。黑胶第2季完结。